大家好，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6年6月26號。我們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，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從現在美東時間11點半開始啦。進入直播間的朋友，請幫忙確認聲音還有圖像。等一會兒有朋友進來之後，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直播。等待大家確認聲音還有圖像。你好，麗麗，沒有問題是吧？聲音和圖像都沒有問題。好的，感謝確認。我們今天趕緊先來講一下這個大盤。先講一下大盤。你好 ，Clarence。大盤的話，先說一下日線。日線的話，現在是一個下上下，对吧？三段都走出來了，三段。那我们在周一直播的時候，基本上在這個位置。我當時跟大家說了一個位置，讓大家去盯。我們看一下現在日線上這一筆有沒有可能結束，對吧？日線上這一筆現在MACD 開始收緩。然後柱子的面積再開始收縮，都是好的跡象。但是因為現在這個第三筆這個底分型還沒出來，對吧？所以說有可能沒結束，我們需要看一下小周期。那麼在周一直播的時候，我們在這個位置，我當時告訴大家去盯一個位置是7402。如果說它要往下走，跌破7402的話，你就要看它是不是出現等比例啊，出現背馳啊，對吧？我們現在負下盤，在這個位置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去測這個回落的位置。為什麼這個位置出現反彈了呢？就這一段你當下有沒有做？這是在周二的時候，我們看一下當下你做復盤的話，我們測一下 MACD 這個測一下這個擴展器，你會發現當下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，它的等比例在7354。那麼在周二開盤之後，它就踩到了73，最低點在7347。有沒有朋友在這個位置去做多？就是做這筆反彈這一筆呀？因為這是一個等比例的7354，然後它又是一個快速回拉的這個狀態。起碼在1小時的這個位置，就是這1小時這根 K 線，你有沒有去做這個反彈？這個是很容易能夠做到的，因為它的止損，首先止損特別小，對吧？你發現它快速往回拉的時候，你就可以進。那麼在當下這個位置，我們看一下當下這個位置，你要是做日內的交易的話，我們看這個高量這段，就這段，就這一段，這段是非常容易能夠做到，它快速往回拉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出現底分型，你就可以殺進去。那麼如果說你去做日內交易，7.1%，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因為你是有1小時的這個等比例的位置給你做指引的。之所以這個位置敢進的原因，是因為你有1小時的等比例的位置給你做指引，所以這是做日內的一個技巧。那麼現在我們看一下它一個結構，把其他都清掉。那麼我們從7577開始分析的話，這是進入段，2次反彈確認，然後現在開始走一個離開。那麼走出來離開了，我們就要比較一下它的進入段跟離開段。這個中樞的進入段跟離開段，我們比較發現等比例在7254，也就是說現在它開始直接拉回來，說明這段跟進入段比較的話是有背馳的，就是離開段跟進入段比較弱了。然後你發現這個它當時在這個位置的時候，它這個前面這個下跌的 MACD 的面積明顯弱，對吧？那麼現在又出現底分型了，說明這一個反彈這一筆你就要關注了，是不是能夠拉回到這個前面的1小時中樞裡面去，還是說拉不回去，反彈夠筆了，然後直接下也可以。所以現在就要關注這一筆能夠延伸到什麼程度。最強的當然是直接砸穿這個中樞，直接突破這個中樞，甚至站到這個200天和120天之上，然後這樣走，這是最強的。所以現在我們關注重點就是這一段的这筆反彈到哪裡。
現在這個 MACD 的張口還沒張起来 ，MACD 的张口还没张起来，下面這裡，如果它的张口能張大的話，张口要大，這樣的話才能夠衝上去。所以這裡你要做了這個反彈的話，你就要小心，是不是要比如收盘之前，如果說回不到這個中樞裡去，或者說可能剛剛回到這個中樞裡去，那就收盤了，或收盤之前你要先減一點，防止它繼續往下走，或者說給你個2買再上。無論怎樣，你要做這種小周期的話，你就要不能死拿，就是做這種小周期的交易。那麼如果说日線上這個能結束的話，那麼我們就看什麼呢？看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一個中樞之後，繼續往上走，或者說我做一個中樞，我2次反彈不能夠再次突破前面這個7620，我也可以往下走。無論怎樣，這一筆反彈它要給你出來，前提是這裡不能夠出現一個快速下殺，去跌破這個7237，對吧？7237就是你的觀察位置。如果說去跌破7237，你又可以比較在日線的這3段，等比例在7194。所以說到了7194，是不是要彈一下？還是說直接跌破7194，那就不背馳了，3跟1比較就不背馳。所以說不論在什麼周期，你就只要找到那個臨界點就好了。你要找到哪個點位是你要觀察的，它有沒有跌破這個點位，跌破之後力度如何，跌破的是背馳了啊，還是没背馳，那就這樣就決定你是不是要進場交易。好的，我們簡單說一下這個標普，然後我們來看大家的提問。我們看一下提問，我們從上往下看，这个7667朋友問了一個LITE 啊，你好，秦朋友，7667問了一個這個 LITE， 想建倉，這個我們之前也是分析過，我們開始在這裡這個整理一下或更新一下它現在的一個結構。那麼它現在的一個結構是這樣，這個中樞非常窄，就是在這個，因為它是這樣的一個123形成中樞。那麼現在今天又是跌回到這個中樞內部來了，你如果說想買的話，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這個 MACD 呀，扎到0軸以下了，扎到0軸以下，然後這個張口還得擴大，估計如果說不能夠撐得住的話，就是這個中樞這裡撐不住，可能是不是要再次往下走，去這個120天這裡。是不是要去120天這裡？所以我個人建議這個不要急着進，不要急着進的這個信號，原因是在這個 MACD 這裡，張口開始這個快慢線的張口啊開始變大，柱子的長度開始伸長，所以說這有可能最後這段沒跌完，或者說現在沒看到止跌的跡象。這個我的建議是要等待一個明確的底分型的時候，比如說。明確底分型了，我才開始建倉或者才開始進，畢竟它的基本面沒有大問題的話是可以的。然後再看一下週線上，那麼週線上現在也是回落夠一筆了。我們看一下這個低點在哪裡，這是 776.01 774啊，那就是週線上回落也夠一筆了，對吧？我們再回到日線上，我看一下這3段，我們先比較一下這3段，目測的話應該是第3段是短的。對吧？還沒到等比例呢，等比例在688在是等比例，所以它可以跌破120天，然後踩一下688，然後彈起來做一個中樞再下，或者說直接微轉也可以。所以不論怎麼講吧，我的建議這個先不要着急，等一下120天，甚至到688這裡。好的，這是這個 LITE， 我們再往下看，這個秦朋友問了一個Palantir。那麼Palantir的話，這也是我們之前分析的，我們把它清一下，然後更新一下。最近這個Palantir也是，怎麼說呢？它也是軍工股，也是 AI 股，也是各種概念吧。那麼大週期上，我們看一下，大週期上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。在月線上是從這個最低點這個一筆上一筆下，現在這個回落也到 0.5 了。月線上剛好是踩到了 0.5， 所以我們關注的重點就是月線上這一筆結沒結束，對吧？
那麼周線上，我們把這个可以拽過去，我可以不要這個中枢了，我們現在只從207來分析。207這個最高點現在是這個在周線上的話是相對的比較特殊的，因為啊周線上這裡是有過一次反彈，周線上是有過一個二賣的，但是呢它周線上前面這一筆只有3根 K 線，只有3周，所以不夠這個。但是我們可以先把這個，因為在這個畫中樞的時候，這個進入段可以是跳空缺口，然後這個構成中樞這3段是實體的，然後離開段也是跳空缺口，所以說你前面這3根不滿足那個5根，不滿足5根構成一個進入段也沒有關係。所以因為之所以這麼畫的原因，是因為這個是明顯的一個反彈確認，就是這個二賣是明確的，所以在這裡我們需要這麼劃分，這個是一個周線的中樞。我們把這個重新給它畫一下。我們按照這個市場的一個選擇來畫，之所以這麼畫的原因，是因為市場是這麼的一個選擇方式。我們再重新把這個清掉，我把它重新畫一下。比如說，這是市場的一個當下的一個表達。那麼現在就是這個是離開段，這是進入段，對吧？現在快到200周了。MACD 這個雖然說柱子的面積沒有那麼前面那麼大，但是這個快面線周線的這個快面線的張口沒有收平呢，只有收平才能掉頭往上走，對吧？說明這個離開段的這個下跌回落呀還沒有結束。我們可以測一下，哎，剛好進入段跟離開段的等比例在 103.74， 也就是這個120周。120周剛好是在這個位置，看到沒有？相當於120周跟這個等比例的位置重合了，雙系統驗證相當於。所以想要進這個帕蘭蒂爾的話，就要等到120，就是其實也就是整數吧，100附近。100附近的話可以嘗試，你要是看好這個繼續看好這公司的一個中長期的發展的話，100附近可以進場。100附近。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的內部結構，現在只有4根，只有4周。那麼內部的話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都清掉了，我們就只看我高量這一段，也就是162右側的，對吧？現在日線上也只有一筆，但是這個位置明顯是有中樞的，也就是說1小時上是有中樞、有進入段、有離開段。那麼現在目測的話，這個應該也是個某一個等比例的位置。對吧？然後今天出現了反彈，所以你要不要做的話，就要去看1小時上面這裡個結構的，現在是套用，就是區間套，一點點套上來。那麼這裡有一個1小時的中樞，那麼前面有進入段，有離開段，我們現在也測一下簡單的，就是進入段，離開段，然後這個是 0.618， 所以說這個離開段被遲了，就是這個。等比例在100，但是它現在沒到等比例就直接反彈，說明這段的內部是有飽滿結構了，它開始出現反彈。現在就看你要不要先做這個日線，或者說先做1小時的這個反彈，要不要跟這個？但是如果說我的建議啊，其實在等它這裡出來第2個中樞之後，等它或者說等它2次那個回踩確認，類似做一個 W 底這種結構。去買這個第2次回撤，買它的第2次回踩，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裡能不能夠直接離開。那這樣的話，如果說能夠強度離開，就是這個離開段很強，然後跟進入段一比較不背馳的話，3跟1比較不背馳，那這個你是要跟的，因為它完全可以生長出2個中樞再往上走的，所以這個可以這樣走。所以說我的建議是等第2次回踩之後再進，現在這個不要它。如果說它出現了一個3段的打個3折背馳，那這個位置也是可以嘗試的，因為這個是可以微上去，也可以給你一次反彈之後再下。就這個還是這個我們不知道。如果說是出現這種打3折或打5折都可以。所以我對於它的話，我的建議是，現在短周期雖然說有一些機會把1小時啊，但是就看你能不能夠有這個時間去跟它。但是大周期的話，我還是建議等100附近之後再做具體的操作。我們再往下看，這個 Shelly 朋友問了一個谷歌。谷歌的話，我們應該是在周1的時候分析過，就是上個周末吧，
因为出了很多这個谷歌的一些利空的消息，這個什麼大牛跳槽了，那個大牛跳槽了，對吧？對谷歌來說都是一些壞消息。但是我們當時給了一個位置，就是這個120天。周一的時候我們就說了120天了。那麼你有沒有在120天這裡建倉啊，或者說想進場？這是踩了好幾次120天，昨天踩了一次，今天又踩了一次，對吧？如果說你長期看好谷歌的話，我覺得不論是誰跳槽了，但是都是就是說對一個公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。但是呢，你就看你的持股週期，很多時候就看你的持股週期。然後現在谷歌的話，大週期這是週線上這一筆，現在是確實沒有辦法說它結束。然後我們再往下這個日線上，那日線上也是一筆，但是它現在已經踩到了這個120天這裡應該，但是它這個整體這個表達還是弱的，就是說 MACD 現在都在0軸以下，對吧？它這裡可能彈一次，然後再一次這個跌一下，來個3段下跌，有可能會比較就是調整的更飽滿一些，調整的更充分一些，才有可能起來。我個人的一個意見，但是就看你現在要不要做這一筆反彈，它也可以微上去的，這都沒有人能夠預測到。所以我的建議又看好谷歌，然後基本面也沒有太大問題，那麼現在又出現這種結構，可以先進一點，對吧？先進一點，然後如果說跌破了這個位置，比如說下周它再次跌破它，那麼你就再等，或者說你要想那個更穩妥一點，就再等它出現一個底分型之後再進也可以。就是說進場的時候嘛，我們盡量稍微這個穩妥一些，比市場慢一步。市場出現明確信號了，明確底分型了，我們再進也來得及。但是出場的時候，尤其是在你賺錢的時候，可以快一點。所以這就是進出的一個節奏的一個，你要需要這個做一些差異的一個操作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谷歌。往下看 ，Lily 問了一個這個 Netflix， 這個好像也是你之前問過對吧？我之前說過這個 Netflix 的話，現在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處於一個低估值狀態，但是之前這段因為收購的原因嘛，是不是這段因為它收購這個時代華納呀，還是收購什麼玩意兒？當時沒收購成嘛，最後不是放棄了嘛，對吧？你問的是打算建倉，你之前問我印象中你問的時候應該是在這個位置問過想建倉，不知道是建沒建，還是說就是說一直在猶豫。這種票呢，它不屬於市場當下的主線，你如果說看好這個，那說明你對這個流媒體行業啊，對這個整體的這公司了解非常深，曉得吧？你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你就可以大膽的進，對吧？因為你的這個對它，因為你不是市場主流，你又願意想買它，那說明你對它的了解已經很深了，很多了。所以說你要大膽一點，對吧？那麼現在周線上出現3段了，然後又到了這個200周這裡，那就看現在這個第3段有沒有結束。那麼日線，它的現在是出現3段，1、2、3。我們先測一下這3段的一個空間大小是不是等比例，這樣我們就好判斷是不是有背馳。等比例在 67.64， 那麼現在是背馳的，它這內部也是有結構，所以這裡就看你要不要做這個1、2、3的4的反彈，你要不要做？因為它這個周期相對還是比較大的，是日線，它完全是可以彈的比較深，直接彈到這個120周這裡也可以的，對吧？這裡做一個中樞，然後再下來給個2買再上去也可以，或者說1、2、3、4只是彈一下，然後再走5。所以說不能夠預測到，你是不能夠預測到，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它怎麼走，你只能去拿倉位跟。你看好它，你就出現了底分型，出現位置了，我買一點，對吧？上去了沒力度我就減一點，下來了然後給個2買我再買回來，然後上去背馳我再減，就是這樣跟的，沒有一套，因為它不夠活躍，你要想做短差的話是很難做出來的，除非你去盯盤去。你看它下落的時候，你看這2根 K 線，它下落的時候非常快，說明它就是前面這裡是明顯是一個陰跌狀態。
所以我的建議，这種平时波动不大但是你又长期看好了的这种，就可以这个首先把周期抬高，周期抬高的好处就是能够控制你的手，不让你亂動，對吧？你這種因為你看的周期就很長啊，既然它不是主線，你又想做它，那你就要把周期拿高一點，周線給我出現底分型，我再開始買，周線出現底分型開始買，周線出現底分型我開始賣，這樣的話能夠不被它一個短期的波動，因為它平時波動就小，所以說你這種長期又看好它，又了解很多了，但是又不是市場主線。所謂不是市場主線，就是因為市場看不到它的這個波動，市場對它來說其實就是說可能有一些機構在裡面，但是呢可能更多的那些機構也是長期拿的，他們可能3-5年動一下，所以他們不動，你在裡面猛動，你就會產生很多的無效交易。好的，針對這個 Netflix， 我們再往下看，下一位朋友問了一個 QCOM， 但是那個58499朋友後來又問了一個 Microsoft， 我們先分析他這個，因為我們盡量每一個人提問的來直播的，我們都起碼能分析到一個他提問的，如果時間還夠的話，我們可以再回過頭來分析。58499問這個，哎，不對。我看這個 QCOM， 微軟是吧？微軟想建倉。那麼微軟，我們當時在周一的時候，也是其他朋友也有問過。我們當時看了一眼周線上，因為當時的周線就是一個1、2、3、4，當時一個4的反彈，當時還沒出來這麼多呢，對吧？還沒有這麼嚇人，或者還沒有這麼深。但是現在已經走出來結構了。已經出來一個1、2、3、4、5了，周線上出來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發現沒有？雖然說這個5啊還不夠一筆，但是已經跌破了前面這個低點了。現在本周現在是出現了一個反彈，然後 MACD 沒下去 ，MACD 沒出低點，說明背馳了。就是說這個 MACD 上面這個股價比前面這個3、5、6低，但是 MACD 並沒有跌破這個低點，說明有背馳，這是好的跡象。這個時候我們還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是不是需要更飽滿的結構，我把這個拽過去，那它就變成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。現在這個高量這段就是周線上那一段，但是它不夠一筆，日線上就是一筆，發現沒有？日線上就是一筆。那麼我們看一下1小時，我記得當時忘了是在周一的時候還是哪什麼時候，我們當時分析過它。當時我們說的時候是一個這個反，就是一個1。我們再複習一下，可能周一的時候是在這個位置吧，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它是一個6的反。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是不是在周一？不對，周一的時候應該是大概是這個位置。周一的時候，但是我們之前說過，它現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的這麼一個結構。1小時現在這裡是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前面是一個1、2、3，然後現在這裡做了一個1小時中樞，然後就繼續下，然後這裡是出現過一次反彈，是這麼個結構現在，然後現在是出現了一次有效回來，對吧？現在其實在做潛在中的第二個中樞，現在是在做潛在中的第二個，這前面是 A 中樞，這裡做 B 中樞，也就是說這個整個的這段下跌還沒完事兒，所以就是說是不是等一下給個2買，看它能不能夠上去，還是說它這裡做了一個彈，然後繼續下，對吧？畢竟它的這個周線上是出現了這個可能是要背馳了，但是它並沒有出現這個強有力的彈起來。但是你要還是那句話，就是你看你要做這種這個不是，它也不是芯片呢，也不是什麼數據中心呢，也不是電力啊，就不是這些特別火的，大家都在盯着這種，然後它的這個平時的這個波動又不是那麼大的這種，那你又想買它的話，那就是長期看好它，对吧？你這種的話，其實做的周期其實相對可以大一點，出現日的底分型了，你就買一點，然後即使是跌破這個位置，你也不止損。禪師在這個文章裡面其實很少提到止損。為什麼我們用缠論交易不止損的原因是啥呢？就是你是3個維度選股，基本面、比價關係，最後才是技術面。
如果說你的前面2個因素，前面2個維度，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已經出現變化，或者說已經不是不能夠讓你来，如果說它的这個基本面和比價關係出現問題的話，你是不去看它的那個技術面的，你是不牽涉到止損的。打個比方，它在這個位置，在466這個位置，基本面出現了大變化，可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它的基本面的變化。你在這個位置就全出了，你是不看它的技術面啊，我這個位置背不背馳啊，我這個位置是減倉啊，我這可能全賣了，因為你前2個維度更重要。只有在前2個維度選定了股票，選定了標的，這個公司在3、5年或者說在相對長的一個周期內，它不會出現大變化的時候，我才要去看技術面。所以說基於這個的理解，那麼如果說你個人對微軟啊，對這個整個行業的一個理解的話，或對這個現在的這個 AI 的一個理解，你覺得对它的衝擊沒有那麼大，那你就不止損。出現底分型，我買一些倉位，再次跌破它，你就是網格交易。每跌個 5% 或 10%， 你就加倉，是這麼個交易方法，是不止損的。起碼長期來看，它只要現在我們看的周期是月線，只要長期來看這個圖形是慢慢緩慢往上走的都沒有問題。即使說比如說它某一個季度或幾個季度出現大的回落，只要長期往上走也沒有關係，對吧？所以說一定要定好你的這個標的的這個交易周期，你是要長期拿的還是要短炒的。那麼這個的這個周期不同，你的交易策略是不一樣的。好的，这是这個微軟，我們就簡單說這麼多。我希望只是因為我在這裡不是跟大家喊單，我也沒有辦法，我也沒有能力給大家喊單，所以說大家要理解這種思維方式，就禪論這種思維方式是怎麼樣的，這樣的話你才好自己去利用起來，而不是說這個人好像分析的挺準，他喊了某一個位置，我跟他操作一把，短期的可能夠達到1次2次你可能賺錢了，但是長期下來的話是沒有辦法的，沒有人能夠準確到每次都賺錢。那麼這次賺了，你覺得跟對了，那下次虧了呢？對吧？所以還是要自己理解這個方法，理解這個思維的方法之後，你再投資起來就不是那麼盲目了。我們再來看，還有2、3分鐘。然後有位朋友叫 KKK 的朋友問亞馬遜和博通2選1，選哪個？已經有了微軟和 Meta。你問亞馬遜和博通選哪個？簡單說的話，要是我的話，我肯定選博通啊，我肯定選，起碼我選市場的，現在關注度最高的，我肯定選這個。所以我就簡單的回答了你的問題，應該。還有2分鐘時間，我們最後說一下這個 QCOM。QCOM 這個下位朋友問，均價200追高上去了，均價200現在剛好是在你的這個成本這個價格這裡。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 QCOM 這裡是有過一次反彈。我們分析完這個，我們就結束今天的這個直播。那麼這裡是出現了一個日的中樞，然後現在看能不能夠繼續持有還是減倉。現在剛好是在你的均價附近，對吧？你均價200，現在是200.45。QCOM 的話也是它現在好多公司啊，好多这個要自己做芯片，它也對它形成了一個刺激。那麼我的建議的話，我們看這裡這個週線上回落還不夠一筆。也就是說，週線上它要跌破這個位置，它才夠，跌破190，這個才是一個123，在週線上才夠一筆。我的建議，就看你現在的一個倉位大小。如果說倉位比較低的話，可以在這個，因為現在就在你的成本附近嘛，可以在這個等一等，它跌破這個190之後，可以再補一點。就現在先不要補了。現在如果說你的倉位不是很大的話，可以這麼做。如果說你的倉位很大的話，但是就看你能不能夠承受現在這個價格到190的話，5%左右。但是如果說它深一點的話，可能要去這個下面這個168，那就有15%的這個空間。就是說這15%的空間，你能不能夠
因為你如果說倉位很重的话，有的人可能承受不了的，或者說你如果带槓桿的話，对吧？所以就看你的，首先你的那个仓位，但是现在这个價格它可以是跌破190之後直接彈一下再下，或者直接微轉，也可以是跌破190之後再往下走到這個120天和200天這裡。所以還是回到那句話，就是公司雖然好，基本面也好，但是你的倉位，對吧？你的倉位如果說你在底部的時候倉位很重，那一路拿上來這是好的。但是如果說你是追進去的，倉位就在這個附近，你的成本就在這個附近，那你就不好，然後你的倉位又重，那就很難受了。所以說一定是在你的持倉這個持倉價，你的這個成本低的情況下，你才好加倉。不知道我有沒有說得很清楚？好的，那麼的話，我們今天就應該是把大家提問的這些都分析到了。那麼感謝大家的參與，我們下周再見。